就人类而言，他对这个整个海洋的海底啊，这个探测或者了解啊，这个面积有多少呢？5%，你看看这个本来海洋就很大，占了地球的70%，可是我们对海底世界只了解5%。大家好，我是曹卫东。这个6月8号啊，实际上是联合国确定的一个海洋日啊。因为中国确定的呢，7月11号是航海日，是和郑和下西洋啊直接关联的，是跟远海航行直接关联的。但是海洋日呢，并不简简单单的限于航海，而是讲海洋对人类的这个价值。就是在2008年呢，就是第63届联合国大会上，把6月8日确定为这个世界的海洋日。为什么要确定这样一个日期呢？因为当时啊，联合国秘书长是潘基文，他在发言中就讲到，我们应该确认海洋的价值。因为这个海洋啊，对人类的生存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是它的面积，因为地球上70%的面积都是海洋，它占得很大。我们之所以叫地球，是因为人类生活在陆地上，而不是生活在海洋里。但就面积而言，实际上陆地连一半都不到。那么再有一点呢，就是要保护海洋因为他讲呢，就是人类对海洋的就是过度的这种捕捞就是对鱼呀，就是虾呀这些生物过度的捕捞，已经导致了海洋这个生物的这个链的破坏。还有呢，就是我们把大量的这个污水排进海洋以后呢，会使海洋酸化。还有呢，就是大量的垃圾，特别是塑料这种很难降解的这些物质。丢到海洋之后呢，会污染整个的海洋，它给人类同时也带来了破坏。因为法国的科学家做了一个实验，就是把这个塑料比如说扔到海水里边，然后经过这个长时间的浸泡之后呢，它就比如说变成塑料的这个微塑料就是比如说小块的可能就被这个鱼呀虾呀吞噬了。那么他们就发现如果2组这样的小虾就是这个生物，然后呢，一组给它吃这个微塑料这样的污染的物质，还有一组呢不给它吃。那么微塑料因为它故意给它弄上颜色，所以发现就是吃微塑料的这种小鱼小虾呢，它的生存率会降低，它的生殖的能力会下降。那我们想，那吃了微塑料的这样的就是生物，它会就是慢慢的绝迹，或者是这个物种呢慢慢的就是减少这是一个现象。还有一个呢，那鱼和虾它吞食了这种微生物以后，一个是危及到它的生命，因为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比如说海洋的动物比如说海豹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这个鱼类吞食了这个塑料之后呢，会死亡。还有呢，就是它们如果吃进去之后呢，会在它的身体内积蓄这样有害的物质。我们反过来就生物链在捕鱼捉虾，在吃它们，那我们实际上又把这些微塑料吃进身体了。所以呢，它会破坏这个生物链。所以这个潘基文秘书长在讲到建立海洋日的时候呢，他说希望世界各国要确认海洋的价值，因为海洋呢还有吸收大量的这个热量储存这个热量，然后呢使地球呢保持一个适当的温度不使它这个气候极度的变化，不适合人类的生存。所以你一定要确认就是海洋的这个价值。那么我们确定它价值以后呢，你不能够就是过度的捕捞就不管大鱼小鱼一概的把它都捕捞，那这个生物链可能会破坏。还有一个呢，就是你的这个污染，那大家都把这个污水，反正海洋大得很嘛，把污水垃圾都往海洋里面抛弃，那久而久之，那海洋也会被污染。我们就是刚才已经举例了，那生物链呢，还有这个自然环境的，比如说酸化这个环境破坏之后呢，都会对我们人类的这个长期的发展、可持续的发展造成破坏。所以要确立这个海洋日。
当然，还有一些航道上的这些利用，因为我们要利用海洋啊来为我们进行运输。那么现在实际上呢，就是要强调绿色环保啊，因为你比如说要利用太阳能、风能或者是氢啊这样的能源，清洁的能源，作为舰船的动力啊。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减少我们使用这个比如说石油啊还有这样的就是有污染的吧，可以这个带来环境污染的这些燃料啊，减少这样的燃料，整个对人类这个整个的环境的这种破坏啊，降低这种破坏性，而保持它的可持续发展。所以呢，我们确立海洋日以后，我们应该就是一个是不要往海洋里边乱扔垃圾，然后把它污染掉；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可持续的发展，不能乱捞乱捕啊。实际上，我们现在已经注意到，就是有休渔季啊，在这个期间里边我们都不去捕捞，还有呢，就是只有各个国家都遵守这样的规则，那才能使整个就是海洋的环境变化。从这个科研和发展的这个角度来讲呢，实际上我们人类别看离海洋很近，但是我们对海洋的了解并不多。比如说海洋这个词，大家都很熟悉啊，海洋嘛就是海嘛。其实海和洋是有区别的，地球上70%是海洋，但是海洋里边这个海洋的周边这些部分叫做海，海占海洋面积的11%。它的深处也就是靠近中心的部位，这才叫洋。洋它的水深是非常深的，它的面积也非常大，占了海洋整个面积的89%。那我们人类现在对海洋的这个开发利用，或者是说对它的了解还是很不够的。就人类而言，它对这个整个海洋的海底这个探测或者了解这个面积有多少呢？5%，你看看这个本来海洋就很大，占了地球的70%，可是我们对海底世界只了解5%，那95%的海底世界我们都不了解，所以我们发展了这个蛟龙号奋斗者号，我们要了解深海，我们要了解我们不知道的地方，我们要让海洋为我们的经济发展，为我们人类的生存服务。所以呢，我们知道了6月8号是海洋日这个海洋日就是它确定的目标和主题主要是确认海洋的价值，然后呢很好的维护海洋的这个环境来为我们人类可持续的发展保持一个良好的环境来服务。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感谢大家观看本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